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今天的 PCE 全系列给大家介紹的遊戲是太空哈利。這是一期通關的全流程。太空哈利的原版是世嘉1985年發布的一款街機遊戲。80年代的中期，世嘉憑借着在街机上出众的技術，推出了一系列的经典遊戏，本作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款游戏先后推出了几十個移植版本。PCE 的這個移植版並不是直接從街機上移植過來的，它是基於夏普的 X68000個人電腦的移植版。這個移植版是在1987年發布的，所以 PCE 版是移植後的再移植。在左側的信息欄裡可以看到，開發方寫的是電波新聞社。電波新聞社就是個人電腦版太空哈利的開發和發行方。PCE 版的發行方是 NEC。88年底發布了日版，在90年還發布了美版。現在到了第一關的 BOSS， 這個介於龍和蜈蚣一樣的怪物，它的名字叫斯凱拉。雖說 PCE 的這個版本並不是從街機原版直接移植而來，但素質還是相當不錯的。針對這款遊戲，世嘉自己也有做移植，像是最早的一個移植版，就是世嘉在自己的 MS 平台上推出的。在和 PCE 的这個版本差不多的時間，也是88年底，在 MD 上還推出了太空哈利2。雖然是叫太空哈利2，但玩法和初代的太空哈利沒有變化，只是關卡設計有些區別。世嘉自己出的這幾個家用機的版本素質都不高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可能還不如其他公司在其他平台上推出的移植版。這種情況在當年並不僅僅只出現在太空哈利這一款遊戲上，特別是在 MD 推出的前幾年，世嘉把自己的經典街機遊戲移植到 MD 上，很多都做得稀爛，但後來在其他的平台、其他的廠商做的移植反而效果更好。第二關的 BOSS 叫艾達，很多旋轉的人臉。遊戲的故事設定，位於遙遠宇宙盡頭的和平龍之國被邪惡的生物襲擊，變成了怪獸和機器的巢穴。年輕的超能力戰士哈利接到了龍之國守護巨龍尤利亞的求救信號，獨自一人手持超能炮衝進了龍之國，想要拯救這片土地。本作的類型屬於偽 3D 的飛行射擊，採用了從人物後方的追尾視角，方向鍵控制主角哈利，兩個按鍵都對應開槍射擊。這款遊戲如果有連發鍵的話，打起來要輕鬆很多。像這種追尾的偽 3D 視角的射擊遊戲，瞄準敵人通常都是比較麻煩的。好在主角發射的子彈比較大。第三關的 BOSS 哥達尼是一條雙頭龍，兩個頭都有自己單獨的判定框，要分別將它們擊毀。遊戲一共有18關，除了最後一關之外，前面17個關卡的長度都不長，每一關大約也就1分鐘左右。這其中第5關和第12關是獎勵關，最後一關是一場 Boss Rush。其他的關卡都是一段快速滾動的戰鬥，再加上末尾的 BOSS 戰。角色落到地面的時候，自動切換成跑步的狀態，升到空中又自動的變回飛行狀態，這也是他超能力的一部分嘛。第4關的 BOSS 戰是6個綠色的機體，機體的名字叫多姆，看上去有點像高達裡面的机體。第5關是獎勵關，騎在巨龍尤利亞的身上，左右操控它撞擊這些障礙物。中間綠色的像樹一樣的圖標，相當於統計數字。獎勵關結束之後，用這個數字乘以分數，就是獲得的總分。遊戲裡的分數會隨着時間一直上漲，
消滅敵人獲得的分數是額外的，在50萬分的時候會得到一條獎命，不過整個遊戲下來也就只有這一條獎命。現在是第6關，每一關的一開始都會出現一個名字，對應了這一關的地名，相當於是對應不同的主題。但根據我的觀察，在遊戲裡總共也就5、6種不同形式的關卡。到後面可以看出有一些關卡的設計理念非常的相似。敵人的類型有2種，就像前面故事設定裡提到的，有怪獸和機械2種類型。機械類的敵人有在空中飛行的飛船，還有像這種机體一樣的叫做多姆的敌人。這種多姆又有4種不同的顏色，每種顏色都对应了不同的行动模式。第6關的 BOSS 叫勞倫斯，外形長得像花生壳。這種 BOSS 的出現有時間限制，出来扔一串子彈之後，如果在時間內沒有消滅它，它也会離開。接着說敌人的類型，第2大類的敵人是怪獸類的，像現在這一關裡看到的獨眼猛獁象就屬於怪獸類的敵人。除了不同類型的敵人，在每一關的場景裡都有不同形式的障礙，像是在地面上比较矮的这些障礙是可以通过射击摧毀掉的，但如果是像柱子一樣比較高的那种障礙，發射子彈是沒有用的，就只能躲開了。每個關卡實際上就是不同類型的障礙和幾種敵人類型的排列組合。有的關卡障礙比較多，有的是機械類的敵人比較多，還有的以怪獸類的敵人為主。第7關的 BOSS 特多拉，外形像長着眼睛的正四面體，一共有8個。第8關艾達，這種長得像人臉的怪物就叫艾達，前面作為 BOSS 出現過。看到地面上的這些障礙都可以用子彈摧毀，像是綠色的灌木叢，要是不小心碰到了會被絆倒，但是不會損失生命。但其他的比較硬的，像是岩石啊，還有比較高的柱子啊，還有樹木，碰到了都會直接掛掉。所以有沒有殺傷力取決於它夠不夠硬。這種可以打開的圓球的敵人叫 Tomos。我感覺在遊戲裡最難對付的雜兵就是這種機械類的敵人多姆。不同顏色的多姆組合在一起，再結合上障礙，就非常難對付了。第8關的 BOSS 修羅，相對來說啊，如果關卡末尾只有 BOSS 的話，難度其實並沒有障礙加雜兵來得大。大部分的 BOSS 都是用這種連續的噴發火球來攻擊主角。到了第9關，這一關主要的內容就是躲避障礙了。除了這些立柱，再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多邊形。還好每一關的時長並不是很長，這種快速移動的柱子看多了之後，很快眼睛就看花掉了。有時候的操作其實是憑着一種感覺吧，根本就沒看清楚，下意識的就按方向。到了開闊地帶，接着就是 BOSS 戰，有2個藍色的多姆，然後是一個閃爍的多姆，要多打幾下才能幹掉。第10關，這關的主題又是蘑菇，和前面第3關一樣，但是難度要大多了。這個遊戲大概是從第6關開始，難度就上升了一個檔次。到了第2次獎勵關結束，也就是12關之後，從第13關難度再上一個檔次。我覺得玩這種偽 3D 的追尾的射擊遊戲，有一套基本的通用技巧。一方面是要保持連續的攻擊輸出，
像這種游戲後來很多都改成了自动發射子彈，都不用按键的。另一方面，在躲避敌人子彈的时候，移动的轨迹用畫圈或者是畫方塊的形式來躲避，像是對付這個 BOSS 就是典型的畫方塊。敵人發射的子彈都是很明確的瞄準了主角的位置，但是這個子彈從發射從遠到近還要經歷個1-2秒的時間，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最忌諱一會兒往左接着又往右，這種來回移動的方式很容易被打中。用畫圈的方式可以避免來回，這樣能解決大部分的問題。但场景裡還有這些柱子的障礙物，這種時候就需要依靠反應速度了。這一關還是挺麻煩的，敵人主要是幾種不同顏色的多姆，這些机體裡面紅色的是最難纏的。這一關的 BOSS 薩爾佩頓其實和第3關的 BOSS 雙頭龍差不多，只不過是骷髏版的。接着又是獎勵關，和前面第5關獎勵關的形式是一樣的，騎上巨龍尤利亞。在前面有提到啊，世嘉在家用機上做的移植版素質都不高，不光是這一款太空哈利，還有世嘉其他的一些街机移植游戏有一個共通的問题，就是移植後家用机版的游戏畫面帧数都很低，画面不连貫。像是80年代中期世嘉的这幾款經典街機遊戲，基本上都是高速滾動畫面，必須要保證連續流暢的畫面效果，才能有良好的遊戲體驗。我相信這一點，當時在世嘉內部做移植開發的遊戲團隊應該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最後呈現到玩家面前的卻是非常糟糕的狀態。而且自己家的遊戲在競爭對手的家用機上反而質量更高，這就更打臉了，說明他們在內部的管理上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。到了第13關，從這關難度又上升了一個台階。這關的 BOSS 和前面的花生殼很像，也是到了時間就自動離開了。到後面這幾關就能看出來，實際上很多的內容已經開始在重複了，只不過排列組合不一樣，難度就顯得更高一些。這關主要的內容又是躲障礙，像這種躲障礙的主題相對來說比較好處理一點。這關的 BOSS 叫野蠻人，攻擊模式和第8關的 BOSS 一樣，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圖形。到第15關了，到現在還沒有掛過，加上前面的1條獎命，現在總共是4條命。PCE 的這個主機啊，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街機移植的平台。不少遊戲的 PCE 版表現的效果都不錯，但是這款太空哈利在我接觸的這些版本裡，還是玩街機原版的體驗最好。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，這款遊戲還有重置版，重置版的基本玩法沒有變，但是主角的形象和敌人全部做成了 3D， 是真 3D， 不是原版的偽 3D， 而且還加入了一些強化道具。在原版和移植版相關的版本裡面是沒有任何道具的，從頭到尾就是不停的射擊。重置版的首發是2003年在 PS2 平台。第15關的 BOSS 巴爾達，攻擊方式還是扔火球。第16關。這關是我個人覺得最難的一關，雜兵裡面幾乎所有的敵人都是不同顏色的多姆，再加上這些障礙的柱子，
這關如果沒有連發鍵，那簡直要按到手抽筋。這一關的 BOSS 難度也很大，其他顏色的机體應付起来還相对容易一些，最難對付的就是紅色的機體。在 BOSS 戰之前，有一段連續紅色機體出現，就是這段時間了。這裡要不停地移動，千萬不能停，一停就會被命中。這關的 BOSS 叫斯坦利，是多姆的母艦，從下方的中央艙門會釋放出多台多姆機體。掛了，扛不住了，這裡。這個 BOSS 是沒法消滅的，只能等他釋放一波攻擊，自己離開。倒數第2關了，這關相當於一個綜合的場景。按道理說，應該把這一關設計成難度最大的，但實際上並沒有。人臉的敵人艾達出現的話，優先把他給幹掉，因為他會在屏幕裡面待很長的時間。到了 BOSS 戰，這關的 BOSS 形象和前面出現的 BOSS 完全是不同的風格。一個原始人的形象，兩邊有2條護衛犬，身前有一個屏障，要先把它的屏障給清除掉，還是用畫方塊的方式。最後一關沒有雜兵，一場 BOSS Rush。說實話 ，BOSS 並不是這個遊戲裡面的難點，而且這裡的 BOSS Rush 並不包含所有的 BOSS， 總共是7個 BOSS， 都是前面的關卡裡出現過的。攻擊方式也都一樣的，噴吐火球。PC1 版的內容基本上和街机原版保持一致，有些版本的內容裡在最後還加入了原創的 BOSS 內容。但是這裡沒有。噴火球有單獨的 BGM 音效，所以可以通過聽聲音來判斷 BOSS 的攻擊。因為後面的打法都是重複的，所以這塊我就加個速，直接到通关畫面了。这是最後一個 BOSS 了，剛才還不小心掛掉了。通關後，巨龍尤利亞又一次出現，主角騎上巨龍離開。這款 PC1 版太空哈利的全流程就給大家介紹到這裡，感謝各位的收看，咱們下個遊戲再見。